柯皮跟我根本没有交集。是有一天有一位学者来找我说，你愿不愿意给柯皮上课？因为他对于市政府有一些不熟悉，我刚好教这门课叫地方自治，所以我就给他来上课。上完课以后啊，然后他就隔了2-3天，他有跟我联络，说他还有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来交谈。他又找了我，我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。他就有一次忽然就跟我讲，大概过了1个半月，他就问我说，姚老师，你愿不愿意来做我的总干事？我吓了一大跳，因为我每天在节目上，大家都晓得我每天上节目，我就跟他说啊，其实我不必帮助你啊，其实我是蛮欣赏你的，所以我只要在媒体上，我每天替你讲话，大家都会支持你，因为我如果不要浮出台面来，我说我长这个样子就很蓝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帮助你在电视台多讲几句好话，对你很有帮助。他就没有讲话了，可是下一次他又跑来了，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，我就跳出来，因为我说我如果跳出来，可能对我有伤害，可能对你也不见得好，说不定浪费了我在媒体的力量。他说不是，他讲了一个道理，我到今天还记得，我来跟各位讲，我也希望各位在最后的10几天，如果还有人问到你，你也跟他这样讲。柯皮是这样子回答我的，他说你跟我站在一起露出来，然后我是228的受难者的家属，你是外省家庭，你的太太也是外省家庭眷村长大的，然后我被认为是深绿，你被认为是深蓝，我们两个只要站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可以理性的交谈，我们两个可以合作，全台北的市民都知道蓝绿就可以和解，对不对？他说台北需要开始，台北如果不开始，全台湾都没有机会，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开始，一定要从台北开始。我感受到这句话，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俩可以交谈。我问他阿扁的问题，他跟我谈；我问他统独的问题，他跟我谈；我问他深绿的问题，他跟我谈。他也问我所有这些问题，我也跟他谈。我们俩有很多地方可能过去的背景历史不一样，因为我小的时候长大，我每年过年，我爸爸就告诉我他怎么逃难到台湾来，他就流泪。然后他说他小时候他在家里过年，他爸爸就跟他讲，当时他的爷爷他的祖父228的时候什么样受难，他也流泪。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历史经验，可是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可是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现在，也可以有共同的未来，对不对？